好，看完了美中台的情势之后，又来看看人家大国外交怎么搞的。来看一下，这个呢是刚刚送走普京的越南，现在说，他马上要去中方访问。越南总理范明政6月24号会访问中方。其实啊，你要知道，美国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嘛。美国做情报那么厉害，一定知道嘛。所以普京一走之后呢，马上他们的驻青康达就后脚跟上，还说美越关系是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结果没有想到，越南转头之后就说：“不好意思，我要去中方访问，而且他要出席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那当然啦，因为两边来说，近几年来贸易额是有在增加的，而且路透社也直接告诉你了，现在呢，越南是严重依赖邻国的制造材料还有设备。现在呢，在中方来说，他因为是将有这个金砖国家，金砖今年会议会在越南，会在俄罗斯举办，所以呢，大家开始看到了有别于 G7 或是呢这个以前的美国西方的经济团体之外，有一个新的南方崛起的力量，东南亚现纷纷的希望能够加入，因为呢，除了越南最近也在考虑咯，还有先前我们讲的马来西亚，再者之前讲的泰国，大家都开始在希望能够参与一个南合作框架，这个是以前来说比较没看到的。像安华他就直接讲了，他说历史上有先例嘛，就是中国皇帝跟马六甲苏丹国以前就是可以互利互惠啊。马来西亚最近的一些转变，特别呢是在这个加萨走廊战争之后，你可以很明显看受到它跟西方国家的一些转向的感觉。原因是你看看他们现在也跟华为合作，要推的就是中国这边的旅游市场。泰国这边呢，其实早就已经在做了，今年初开始他们就已经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就是希望吸引陆客去泰国玩。而也因为这样的政策，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去泰国玩的人同期增长了有40%以上。好，他们其实呢，希望能够做好的就是经济这一块。说实话，有钱能赚，谁不想？钱会跟他要当敌人吗？不会嘛。德国最明显的例子。好，现在欧盟呢要对中国车来课以重税，那德国现在是产车的，他们跟中方有非常多的合作，所以呢，他们现在副总理呢赶紧去访中，开启一个蛮艰难的对话。那这一位贝克他也很直接讲了，他贝克说呢，其实加税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惩罚嘛，我们客观一点来看，它就叫做消除中国企业的优势。这个换句话说，真的有比较好吗？因为中方的感受就是我们会采取一切的措施来维护我们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什么要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国一直想要来缓解这种气氛。毕竟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车企很多呢是有跟中国这边有合作，很多是有在中国这边的设厂，所以呢，如果说真的课关税的话，会影响到他们在中方的经商能力，而且他们有14%的车子的产能呢是在中国，所以他们就希望尽量不要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太过针锋相对。可是德国的副总理哈贝克绿党，所以呢，他就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好像关系会有质上的变化，是因为你中国挺俄罗斯，还说要知道哦，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利益。但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俄罗斯俄乌战争这一场战争，先前在瑞士刚开了一个和平峰会，中方没去，没想到当事国乌克兰现在转而说什么？我们的2次和平峰会，我们能不能由全球的南方国家来举办呢？因为他们认为啦，先前在瑞士这一场，很多南方国家没来，那我们2次和平峰会，我们就由南方国家来主办。这句话的话外之音，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为上一次他觉得成效可以再加强一点点，要请南方国家来帮忙呢？请教一下介大使了，因为其实现在的世界局势跟以前我们所讨论的世界局势确实有不一样的所在，原因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说美国以西方为首是瞻，但现在就连越南，他接待完了美国转头之后，他要去中国。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除了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拉到历史高度来看，其实现在国际的权力结构哈，现在正在从这个美国独强走到多元权力结构，还有中国的这个实质的这个国力快速接近美国的当中。历史上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当然就会有所谓修昔里德现象了，就是说这个霸权它会可能取代霸权的国家下手，那就是美国现在的做法。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啊，那中国大陆的崛起改变最快的是它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那么尤其就是跟这些东协的国家的关系。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对东协，那么可以说给予的这些各种优惠待遇给是最多的。RCEP 的签署事实上就是让这个东协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有更多的优惠。而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就是说东协事实上的话，它能够在中国大陆能够取得市场地位，大部分都是农产品。所以事实上也会排挤中国大陆农产品在这个本国市场的销售的这些能力。不过中国大陆还是开放的，你现在去看大陆的这些很多地方的超市事实上每个超市都有榴莲呢榴莲非常多，然后香蕉、热带水果都很多。是对，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并没有产榴莲，可是中国在海南、在广东的话，也有很多类似热带水果的。那这个中国大陆把这个开放，那对这些东协国家有很大的这个怎么样？很大的帮助啦，经济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是一个对外投资大国，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工业产能是世界最大。那为了应付各地的保护主义中国大陆这个很多这些劳力密集的产业也在往外面去怎么样？去这个投资越南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所以越南从实际的利益角度上它从中国大陆的利益获得利益远大于可能从美国获得的利益。所以对越南来讲的话，美国人如果要来要送礼，要给越南各种的礼物的话，越南不会说不要。可是呢，他接受礼物的代价绝对不是说跟中国大陆保持距离。所以越南是所有的礼物都要。你美国来送礼他也要，中国大陆给他好处他也要，俄罗斯的好处也要。其实就小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对。那么它还有被争取的价值嘛，对。那所以就越南来讲的话，所以你看他现在在3个大国中间左右逢源，这个显示出他们的怎么样？他们领导人是有智慧的对。那我们现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对外贸易的话，跟全世界做贸易，我们是赔钱的。我们大概会赔掉差不多800亿可是我们从大陆单一个贸易的一个地点，我们就获利了1300亿，所以我们每年还有500亿的所谓贸易的出超。所以就我们每年跟外界做生意，我们还可以赚500亿美元，这主要靠跟大陆所以我不晓得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些，尤其民进党这些人，他是觉得赚钱很容易，是不是？对。500亿1300亿赚来的这些钱，好像可以随便恢复，你不在乎。事实上有人常这样讲，民进党很多人常在讲，那他是不在乎他官照做屋照摊基层老百姓会是没有工作对。那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民进党这个他们跟越南的共产党就不如了。越南共产党到处还是为他们老百姓的这个能不能够过上好日子还是很在乎的。我们台湾老百姓并不是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工时很长，薪水30年没有增加，这些现象你觉得这个赖清德他们在乎吗？从来没有放在嘴里。然后呢，到处就是说哎呀不在乎，大陆取消了1134项零关税但不在乎。那再取消134项呢？如果1万人失去工作他不在乎，如果5万人失去工作他还不在乎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些越南这些国家我们不要小看他们的领导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其实从这个贸易的角度来说，我们刚刚讲的不会有人
讨厌钱吧？啊，不会有人做贸易就是做公司做商业的，就是要赚钱嘛，对你的股东、对你的投资人等等负责。但是就战略上面的角度来看，请教一下李将军，原因是因为你看看越南，普京才刚去，当然普京跟他们是有不同的在历史上面合作等等的意涵，美国就赶紧先去了，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哇，其实呢，越南他最近跟中方的关系也是拉得很近。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当这个越南的这个总理要去中国访问，这消息一出来后，我看拜登跟菲律宾的小马可斯两个可能抱在一起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拜登去年来讲的话，他就去拜访越南嘛，他希望说加强跟越南之间关系，也要提供他一些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制程提供给越南。但主要目的就是拉拢越南，然后跟这个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在中南海那边形成一个趋势，来破这个中国准备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宣言的一个这个局。可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菲律宾现在来讲已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了，那越南来讲，他会为自己国家来做安排、做打算。那你看拜登花那么大精力跑了这一趟，走了以后，紧接着是什么？是这个习近平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到越南去访问，然后双方还好得很，在那边讲3连3水连水，共饮一江水，表示很默契。然后紧接着就是普京这次来，普京来了以后变成总理，现在要去中国去做访问，可见双方关系来讲的话是密切结合啊。这种密切结合不只是说地缘战略的关系，经济上面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这几个国家看到中南半岛这些国家看到中老铁路完工以后，他们真的是看到这成果摆在你前面嘛。那中老铁路一完工，当然辽国就是所谓的老瓜啦他们是很开心的笑，对不对？那泰国是什么？泰国是很无奈的笑。你要知道，这条铁路本来是泰国先盖的，但是泰国由于受到美国或法国这些欧洲国家思想观念说，你这是债务陷阱，你这一带一路债务陷阱，所以他拖了很久，一直没有完工。但他现在看到这个中老铁路完工以后，中老铁路完工，就像我们这边所讲，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观光客，他就很快可以到泰国来。对不对？这个观光客坐铁路就过来，从昆明那边就坐过来。那你泰国现在盛产的，不管是红毛丹这种水果或榴莲这种水果，也可以利用这条铁路经过老挝就运到云南昆明，然后整个行销到中国大陆。所以没有人要跟钱过不去。然后越南看到以后，越南什么是苦笑？为什么？因为他之前的话，他就是希望有这个跟中国合作，可是因为他也是法属殖民地，所以他铁路的标准一直那轨道就有3种轨道的宽度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他也希望借中国力量，但是他由于国内里面势力或各方面的这个角力，还有美国的影响来讲的话，这铁路一直只流于这个只听到楼梯响，没有看到人影来，完全没有动工。那这次来讲，中泰铁路跟中越铁路来讲的话，已经明定了，就是准备要开工了。由于是我相信这次越南总理去中国访问来讲的话，应该这件事情可以敲定。那泰国来讲也会加快这条中泰铁路，就是泰国跟这个辽国之间缅甸。联络的这个道路，辽国了然后后面就紧接到哪里？你看这条铁路紧接着就是到马来西亚，所以为什么安华这么着急？马来西亚就到哪里？到这个新加坡马六甲海峡。那到这个海峡之后，将来不管是对这个中南半岛很多的国家，就会形成一个铁路网，他们就不会那么依赖这个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他们的经贸不会被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卡住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脖子，对他们来讲，可以更有自己发展的一个空间呢。是，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觉得就是对越南来说，中美都是曾经跟他发生过战争的国家，所以你说他会对中美完全信赖吗？我也不认为，他一定也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谨慎的态度。那说康达去访问说美越信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很正常啊，因为过去极度不信任，所以现在信任达到最高水平有什么好意外？那可是越南他自己心里头也很清楚，毕竟他离中国大陆太近，他在商业上、在经济上有很多东西也是要依赖中国大陆，尤其基建上面更是需要中国大陆的帮忙。所以我觉得越南未来还是一样，就是他会走在美中之间一个相对保持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但是他恐怕还是会偏向中国大陆多一点，因为毕竟他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国再用千方百计，恐怕还是无法改变越南这样的一个国策。那对东南亚这些国家来也是一样。其实安华讲得很好啊，自古以来东南亚这些国家就跟中国大陆有贸易往来啊。那实际上这些国家，马来西亚也好，越南也好，印尼也好，过去几百年一直都有华人不断的在移民啊，所以他跟中国人的关系本来就很深。那大家都好好做生意，而且在东南亚这些
国家的人民应该也很清楚，中国大陆人其实对东南亚没有什么领土野心，他要的就是贸易而已，让大家能够做生意而已。所以在彼此有这种基础的信赖感上面，发展各项的合作，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当然，他们也都不会完全倒向中国大陆，也会在跟北京跟华盛顿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所以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对欧洲这些国家来讲，我就一直觉得他们处于一个有趣的地位。其实欧洲现在陷入这样的经济困境，是中国大陆害的吗？不是其实是美国人害的。那可是你明明被美国害得这么惨，可是你们还要帮着美国去谴责别人，我就觉得欧洲人的处境实在是非常非常妙。美国已经把你们害得够呛，然后你们还在那边一副哇中国很危险了，美国对你们才危险好不好？你们的北溪2号到底谁炸了？你们知道了吗？你们的管线现在德国人查都不敢查，孬成这个样子。你们整个欧洲居然没有人敢去查这件事，不是很丢脸吗？然后结果你们现在完全像美国人的哈巴狗一样，然后要葬送自己的经济去配合美国，这不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吗？那但是问题是，就算你欧洲到时候葬送了自己经济，也未必能够达成你的愿望，因为实际上整个国际局势已经不一样。所以我比如讲，泽连斯基还要全球南方国家帮他开和平峰会，这种完全没意义的会一直开它干嘛？真的，大家省力气，不要再搞这种有的没的事。不过呢，这个世界局势让我们看到了一些的改变，包括以前你可能以为这样子好像就是常态，但现在在世界局势的改变之后，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样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哪一个才是真正对你自身有利的。我们先进广告。好，再要来关心的是，在中国跟印度现在是不是真的心结难解？好，原因是因为中印直航迟迟没有恢复，结果大陆的官媒怎么跟他的人民讲？他们讲法是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啊，去别的地方做生意啊。但是这样两个算是都是大国，然后呢，一直以来没有直航的航班，有人认为是不是真的叫极不正常呢？好，这样子一个说法，其实某些层面也跟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来看到印度洋现在说有爆发孤战争，什么意思？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方呢在印度洋这边，包括斯里兰卡、马尔地夫等等，他们的力道或者他们的战略上面的实力点现在都越来越大了。好，所以印度呢这个对他们来说算是一大的威胁。那特别呢就在于采矿权的这个部分，原因是因为呢印度其实是希望可以来寻求这个钴矿所在地在这里，希望能够来这边来做探勘。好，可是问题是呢，他提出了一个最新申请要寻求批准的时候，这边开始有一些力量在角力了。那专家的讲法是，印度的做法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立足点，阻止中方在这边的任何存在。好，毕竟以前这里是他的天下，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他说了算。中印之间呢，这个印度现在也希望能够加码来拉拢孟加拉，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孟加拉总理呢现在2次的访问印度，那莫迪呢新任上来之后呢，他们现在也希望能够加码的让两边的关系越来越友好，譬如说啦，海事啦、海洋经济啦，甚至太空通讯领域都希望有所合作。当然啦，就是印度洋这边要让他站稳老大的角色。可是对于中方来说，有很多地域上面还是有相连，还是会相牵。新德里现在是希望能够说服啦，说呢能够把北京排除在这个提斯坦河之外。那希望呢孟加拉这边拒绝中国为他们来提供贷款。好，这一些呢就跟开发是有关系了，因为本来中国是要帮孟加拉有很多个发展计划提供大概50亿美元的贷款财政支持。那如果中方不给贷款的话，那谁会来帮忙这件事情呢？中国向孟加拉伸出了一个橄榄枝，某些层面来说啦，其实呢，它也是一样嘛，在玩两手。那跟北京啊、跟新德里这边，他们的关系也都是不断的加强，为的就是要出席他
取得他自己最大的一个利益，只是在网站上头有一场反对印度的社群媒体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还包括抵制印度的产品等等等，甚至有人直接用到了滚蛋这样的一个标签。好，这一些呢都跟去年发生在马尔地夫反对印度的运动其实是蛮类似的。在整个印度洋的区域，开始大家在思考这件事情，以前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我是不是能够找一个新的大哥，或者是有一个新的认同。好，中孟之间的现在关系密切在哪里？在于原物料贸易上面，还有出口上面。比如说啦，服装业的出口呢，这可以让他们带来80%以上的外汇。原物料是强烈的依赖中国，但是有钱赚，其实就能当朋友。战略上面呢，基本上今年5月的时候，解放军才刚到孟加拉这边进行第1次的陆军联合训练，而且现在在这里还会有所谓的原油一体化的超大型石油储运工程。好，在都强调的是不同面向的链接。那印度呢？印度一定也有在意到这一块。其实中方很多时候他在跟这些所谓的第三世界或南方国家呢来做生意的时候，他们都强调能够帮你来建设，能够来帮你做基建。印度说这些我们也可以，只是看看这些新的例子。好，这个呢是在印度这边说呢，比哈尔邦习万区桥梁突然断裂，当地的民众呢当然说非常的恐慌。其实呢就在几天之前也看到印度大桥明明就是花了63亿，结果呢14个月，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塌了有2次之多。好，当时的这些画面放到网络上面疯传，大家觉得会不会太过惊悚？为什么63亿的大桥会这么快的就这样消失在河面上头？到底这些基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些事件会不会让人对于印度制造又打了一个问号？请教一下介大使，在印度洋这一边，大家开始看到了不同的权力转移，而中印之间的心结好像真的还蛮难解的。对，因为大陆跟印度在1962年打过这个边界自卫反击战嘛，因为印度到现在还把中国的这个藏南地区还并为己有，另外在西线的这个拉塔克地区也都把这个中国藏族的传统的这个领域把它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关系它要强占，那事实上造成领土纠纷。那印度事实上这个国家，它是从独立开始，它实行大印度主义，那把英国帝国主义的很多这种侵略的事实过去在区域的这种霸道行为，它全部继承，包括把中国土地也继承过去了。如果你去这个藏南地区你去看的话，那里面没有一个印度人全部是藏族的。你要去拉达克，拉达克俗称什么小拉萨也都是藏族什么时候变成印度的了？那印度就要是他就要说是他的，英国人侵略的土地都是他的，而且他在整个南亚地区想要继承大英帝国作为地区的一个怎么样霸权，所以印度事实上独立以后事实上跟他所有邻邦通通不好，跟这个斯里兰卡跟这个巴基斯坦打过3次战争，意图怎么样去这个影响这个尼泊尔尼泊尔还不错，还没被他并吞掉。可是在这个喜马拉雅3小邦里面习金被他并吞了，就硬生生的把人家灭国。人家是有历史传统的，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习金叫哲孟雄是很有历史的国家，被印度明白，现在还不丹，他还有控制不丹的外交跟军事那还有就是印度的东北部地区现在怎么讲？这个里面寻求独立的国家都被印度活生生的用暴力在那边怎么样镇压。然后他跟这个孟加拉的关系也不好，因为孟加拉是什么呢？孟加拉是回教国家，以回教人口来讲是世界第3大回教国家。你知道印度国内目前还有2亿的回教徒，事实上受到印度教徒为主，尤其现在这个莫迪这个政府这种各方面的压迫。这次在大选的时候，很多印度教徒出来抗议，他说我们怎么没有投票权？我们连投票通知单都没有，投完票了以后才发觉我们根本就没有投票。所以
这个，而且他们这个把这个印度佛教的这个把这个印度历史上的这一些回教徒的圣地也都把它摧毁，所以他们对印度对这个回教徒是非常不好的。那所以你想想看，他跟孟加拉关系会好吗？孟加拉跟这个印度关系是没有办法的，他怎么样受到这个强邻的威胁了？那跟斯里兰卡关系也不好。斯里兰卡里面有15%的人口是属于印度南部的塔米尔种，过去有这个塔米尔之苦的这个独立运动就是受到印度的这个怂恿，所以斯里兰卡对印度也是什么充满戒心。所以你说这印度在这个印度的次大陆里面四周邻国没有一个喜欢他的，那他还要实行他的大国主义，你觉得行得通吗？是，请教一下立正杰将军。我们用地图来看比较清楚印度为什么跟这些国家在地缘上面的关系？其实大家特别注意到，刚刚这个介大使所讲的东北是这个地方，东北这么一块，然后这边就是孟加拉，然后这边是尼泊尔、不丹。那印度跟这个东北这个7个邦，这7个邦有哪些呢？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阿萨姆邦啦，或者是这几个邦都在闹独立。目前来讲，就是介大使刚刚讲的强力镇压，他就借着这个走廊过去，然后派兵过去镇压。这个走廊叫西里古里走廊，就是红色这个点。然后上次中印边界冲突就是在这个地方，洞朗。这个2017年的时候，现在解放军在这上面这个日喀则这个地方基地部署了歼20跟歼10的战机，随时可以把这个走廊切断。这条走廊一切断，大家从地图上面你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东北7个邦印度就控制不了了，它就独立了。所以对印度来讲的话，真的是如悬鼎之剑在这个地方来讲，这个西里古里走廊大概宽只有20公里，然后这边还有跟孟加拉搞不好。所以从地理上面我们就看出来，说为什么印度来讲的话，中国一直积极要跟孟加拉结成一个友好关系，然后印度来讲积极的反对，因为这边来讲很容易它就被切断，一切断以后这个东北地区这个7个邦大概就独立了。另外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边是缅甸，缅甸我们知道在南边有个港口叫皎漂港，目前租借给中国99年，对不对？斯里兰卡那边来讲的话，有一个港叫做汉班托尼塔港。这也是租借给中国99年，然后在印度的这边有一个国家叫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也是跟中国友好的一个港口。那你想想看，印度整个印度是不是他要说要发展海洋的话，但是不管是这个缅甸的皎漂港，或斯里兰卡，或者是这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几乎这3个都已经港口在地理上面。可以说已经对印度的海军形成一种包围的态势，所以这2个国家一定是搞不好，那是必然的嘛。那讲到印度的基建，除了你刚刚看到那个，我这边有几个很有趣的相片给大家看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印度的马路他们这印度人自己去发现说，这条马路铺完柏油以后，掀开来发现说底下的这种基石什么是一块毯子，然后他就在毯子上面铺上柏油，这是印度的基建。另外大家说桥断除了刚刚那个桥之外，这边有一个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桥为什么会断呢？是上面有一个妇女她要跳河自杀，然后就在桥上面围观了50个老百姓上去看这个女的跳海跳河，对，就因为站了50个人，就这个桥就垮了。所以这个是印度的基建到这种程度。那我个人认为说，印度这个国家如果说各国要去那投资，真的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这基础建设不好，你很难发展出来一个好的一个工业国家。好，想要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我觉得就是印度一直都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家啦，那所以去印度经商旅游本来就要很小心。因为我很多朋友，我到现在还有同学还在印度工作，那他们其实就有很多很匪夷所思的经验，包括他们的卫生习惯也好，很多都是让你觉得难以置信，这是一个21世纪的国家。那但是印度人就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就是这样干。所以你去印度经商，他们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观念，跟整个世界的盛行的方向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中印之间有很多解不开，没有办法直航。其实我觉得对一些大陆人来讲未必是坏事，讲实在话，因为你真的去那边投资经商，你恐怕才会发觉事情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像之前马斯克本来也说要去印度投资嘛，对，要去印度设立特斯拉，结果后来他突然之间没有去印度，跑去北京。还有我们台湾内部还有人骂说，你看，你不懂得去巴结莫迪人家现在有连任了，你现在丧失机会了吗？你确定马斯克是丧失机会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逃过一劫吧。再来看到美国现在美债也祸不单行哦，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美国的短债激增不利 Fed 抗通膨哦，现在降息时机呢跟幅度也受到关注，因为美国的预算赤字哦持续扩大当中，现在呢被迫发行大量的短债来获取融资。还有分析师指出哦，日本现在要抛售美债来迫使 Fed 印钞，那将为加密货币带来新一轮的牛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是日本的第5大农林中银行将抛售价值630亿美元的外国债券，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国债。但是问题来了，耶伦他不会允许这样的债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而且导致美国的国债殖利率飙升。他会要求日本的央行购买这些债券，而且会用联准会在回购机制将美国的国债呢抵押，而且获得隔夜新印的美元情况。可是美国的国债议题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看起来美国的国民好像漠不关心呢。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文分析哦，他是说美国正在驶入未知的联邦债务海域哦。那民众呢似乎对这个天文债务不以为例，而政府呢看起来也无力扭转这个局面，包括了这个川普跟拜登以来，美国国债呢已经共增加了14兆，相当于台币450兆这么多。但是美国的民众看起来漠不关心啊。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波音的客机哦，现在也是争议不断。这个大韩航空哦，从韩国要飞到台中，突然降了600公尺，当下的画面非常的可怕，甚至氧气罩直接落下，很多旅客当下是流鼻血，生死的画面曝光了。就您目前所看到的这一架呢，是大韩航空的波音客机，要从韩国的仁川呢飞到台中，但因为在过程当中呢，增压系统异常，在高空中大约的时候，突然降了600公尺，所以导致氧气罩呢瞬间落下，造成许多的乘客流鼻血，而且波音的问题也是非常多，过去还发生过，挡风玻璃在4万英尺高空突然多处破裂，而且吓坏了很多机组的这些乘客，还有包括机组人员都吓傻了。那波音近期的出包呢，也是连环不断啊，包括6月19号的时候呢，西南航空飞往奥克拉荷马的这个波音737啊，差点还撞到民宅。5月25号的时候，西南航空的波音737 MAX 要飞往奥克兰的时候呢，突然在1万米的高空出现荷兰滚，机尾摆动，左右机翼大幅摇晃。4月11号的时候，西南航空波音737 MAX 8在夏威夷附近遇到了恶劣天气，才差点坠海。不过好在这些意外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再来看到波音的问题，还包括了像是星际客机这个太空人被困在国际太空站，而地球上的工程师呢，分秒必争来帮他解决问题哦。这个星际太空站的太空人因为返回地球时间延后，原因是波音的太空船技术的问题。可是大家看完美国的波音问题之后，要回过来看，现在中国跟法国的天文卫星在西昌发射的出来之后呢，现在看起来画面是还不错。那现在也随后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呢圆满成功，要前往宇宙来探索所谓的伽马射线铺。那美国现在看起来对比起来，好像中国的航太技术呢已经节节高升起来了。那美国现在要限制中国大陆的 AI 发展，会不会造成自己的七伤拳所在？现在呢有一个报道指出有4名到美国留学参加学术研讨会议的中国学生遭到美方无端的资料盘查，当事人有是理工科背景的其中2个人，而且研究方向都跟 AI 有关系。另一个部分来看到是美国现在公布了新的规定要准备限制美国企业投入中国 AI 以及可能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还有相关措施，包括禁止投资，这些必须要知会政府的相关部门。但是看起来要紧缩的情况之下呢，好像也有人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来一起合作 AI 的部分这个是苹果公司ChatGPT 呢跟其他西方公司共同开发的 AI 模组呢，无法在中国使用。那苹果呢需要搜寻中国的合作伙伴来协助苹果提供相关服务。话头来先请教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的美债问题？可是美国人民没有感觉啊，本来就没有感觉啊，因为他就一直印钞票啊。是，我觉得日本这个630亿
这个叶伦能不能成功施压，叫日本央行吃下来啊？这个就考验日本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了啊？因为日币已经弱成这样了，是啊，日币又暴跌到159，跌得很深啊。那结果你还去买美债，你还要用日元去买美债，这变得非常可笑嘛。如果日本央行还这样完全没有自主权啊，那真的也怪不得那个我们说那个俄罗斯那个女发言人啊，扎哈罗娃，她说日本根本就是一个被阉割的国家，我就直接这样讲啊，讲这么白，就你根本没有主权嘛。坦白讲，这个情况，你的日本央行还要被迫买进美债，那不去捍卫你的日元，对，这已经匪夷所思了啦。反正我们就看结果如何了。那美国目前确实有这个状况啦，因为它不降息啊，那明年美债光是还息啊，可能就要1兆美元哦。那1兆美元，美国的一年大概它政府的支出的预算大概是6点多兆，是今年可能开大一点啦，到7兆左右，可是你1兆就没了，对，光是还利息啊，所以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去降息了可是目前看来通膨又压不下来，对，所以它是两难呐。那有很多国家，事实上坦白说，我们还在观察另外一件事啊，就是今年如果金砖会议那确定通过非美元支付那会不会导致参与金砖的国家减少美元的外汇储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些国家还会再卖还会再卖美元或者卖美债那到时候我就看你叶伦怎么样把它撑下来就是美国不可能都收吧那卖人家也要巩固自己的本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永远都是你一家独好啦，已经快35兆美元的债务了，是35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啦那坦白讲，这个谁造成的？我认为川普跟拜登都有责任，就是这样那至于中国的理工科的学生我是认为中国的理工科学生应该要看清现实他们未来在美国的就业可能到了一定的天花板你就上不去了就卡你，对不对？有很多领域也不会让你去了。对坦白说啦，但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如果川普当选了，对，那川普搞不好更严厉，排华主义更重，会不会？就是对他就是认为科技战很重要那 AI 就是美国最后一块圣域是，所以怎么可以让你进来呢？而且目前拜登事实上就在运作，美国不能够对中国大陆的 AI 企业做投资所以有一些已经持股了就要卖掉所以我认为这个领域应该就是脱钩了啦。是，那脱钩，中国的理工科学生还在幻想要去美国就业，或者是拿学位啦我觉得这个太不现实了啦这有一些事情自己要想清楚了。就是你就算就业，你可能也不要往更高地方升迁了嘛，对不对？或者你跟大陆的一些联系，搞不好会造成你的困扰呢。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单位来调查你我已经发生过了莫名其妙被搜查。我是让那个千人计划后来导致整个回去中国发展的理工科不止 AI 啦，大概有1400个人是，有的都已经在美国发展得很好了有些都已经拿到终身职了是，他们还是决定回去因为坦白说了，因为之前有一些中美合作的案子嘛有一些是拿中国的钱嘛不一定是政府的钱是，有的是民间或者是那个我们说那个 venture 那个创投基金等等，你都会沾上嘛，所以很难做人很难做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中国大陆可能自己要看清楚了好，我们请教左教授。
当然，美国现在要这个禁止美国的这个投资啊，像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产业，比如像半导体啦，或者是量子运算这些领域，这个说法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去年当这个嘎拉格还是在这个担任这个所谓对中政策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的时候啊，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很多的，他那时候还召开听证会啊，然后还要大家说，哎呀，这个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在如果赖清德总统当选的话，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威胁的这个可能性会大幅的上升。我记得那时候是有这样子的报道的。那当然也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现在看起来这个越来越可能成型了。那当然，它现在当然有一些例外啦，比如像说，如果你是投资这个基金啦，或是你是投资这个一些你是原来已经承诺的这个投资决定啦，这些大概都可以豁免。不过它这个还也涉及蛮广，为什么？因为它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包括香港、澳门，其实都一起涵盖在内。所以未来它大概会限制的蛮多的，而且它有些是说，我虽然没有限制你投资，但是你必须要申报哦。那这个当然对很多美国企业来说，就会增加一些额外的负担啊。他也会担心，就是说他可能有必要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行政流程要跑，这都会形成额外的成本。这个附带一提啊。其实像我们台湾对于这个对外投资的规定是比美国要严多了，所有的对外投资都要政府的同意。这个其实比美国，你看从美国我们刚刚讲到，它对外投资要限制对中国大陆投资，你可以看出来，它原则上是开放的，原则上是自由的。那例外情况它会限制你或者是禁止你，但台湾它是所有的。大型主要的投资就是重要的投资案，通通都要经由政府的这个审核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边管制的是更严格的。好，但这个里头，它现在这个投资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限制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中国大陆接受这个美国来的这个科技呢，当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能够阻挡起来。当然，你可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大概是针对中国大陆，因为下个月就要召开这个三中全会嘛。三中全会按照目前大家的一个猜测，主要的也是在怎么样扩大国际的科技合作嘛。所以他现在等于有一点就是在打对台的这个味道，但是当然他没有办法完全阻挡，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欧洲，还有日本。那像最近这个美国的商务部次长，马上就要访问日本，为什么呢？他最主要就是日本的这个东京电力，还有什么这个像艾斯摩尔，他要访问这两个国家，荷兰跟日本。重点是说，怎么能够要限制他们对于大陆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出口？那除了因为过去限制的主要是机器，那未来连服务都要去阻止。那这个当然对大陆会有影响，可是大陆可能最能够期望的是什么？是欧洲，因为欧洲现在看到的当然是说，第一个，大陆的这个商品源源不绝的进入欧洲市场，会对欧洲带来冲击，所以现在他们课了关税，可是他们的关税比美国的关税要低一些，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算盘，就是希望鼓励大陆的厂商到欧洲去投资。比如像说比亚迪到这个匈牙利，或者比如像奇瑞汽车到西班牙，这个大概是未来欧洲所期望的一件事情。所以欧洲跟美国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那当你采取的是不一样的策略的时候呢，你就会使那个技术的防堵呢，其实没有办法那么有效果。那更何况美国这个技术防堵，它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它主要是说你这个最终的产品不能流向所谓的国家安全，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但是这个中间过程怎么样去查核，这个当然是也是很大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好，请教孝瑋哥，你怎么看这个波音的客机而一直发生这种意外，到底要怎么解决啊？好，当然波音这个客机的状况我们必须要说，因为你好像感觉都是在737-800上面或者737 MAX 上，但是你任何一款飞机，它每一次发生的不同状况，其实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个别事件来看。就是你从飞安的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要这样。的确，这次这个飞机因为刚好又发生在这个那个仁川飞台中的航线上，有一大堆我们的这个同胞在上面。中午平安回来了。对，中午平安回来，这大家感觉像是坐了云霄
飞车，然后感觉像是哇这个颇受惊讶。其实啊，这个飞机它当时为什么会那样紧急那样下降啊？我觉得比较合理的那个他们自己说法是，第一，舱压系统有个问题。然后为什么会说舱压系统那个有问题啊？飞机要这样快的急降？因为其实你知道，如果说今天我们人在4万多英尺的这个高空中或3万多英尺高空中飞行的时候，那时候压力跟温度都是不足的，所以你看到它飞机当那个舱压的这个部分那个出问题之后呢，氧气罩赶快掉下来。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继续有氧气嘛。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沉降的过程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哦。为什么？为什么是15分钟？因为你大概看到你前面那个掉下来那个氧气罩，对不对？它只能供氧供15分钟哦。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有时间限制？是有时间限制。然后驾驶舱里面可以供大概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所以那时候马航的那个事件的时候，大家就想说，我们那个就推断出来说，其实当时那个机长把飞机维持在4万多英尺的这个高度，他把舱压关掉，然后呢那个客人的这个那个氧气罩拿出来，每个人照个15分钟就通通都没了，就所有人都昏倒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这样做是紧急处置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就是说今天事后你在调查这架波音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它是不是跟它飞机的可能是供氧系统或者说舱压系统单独故障，还是你的整架飞机的飞控系统有问题？这个就很重要。是，如果说你要查清楚这2件事情如果是有关联的，那这个时候你737的这个 MAX 的这个客机化，可能或737的这个系列又要经过一个那个检测，然后才能够重新飞行。如果说今天它这个飞机只是很单纯的飞机的这个舱压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它紧急反降的话，那这时候就跟你飞机本身的控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啦，你今天你一个飞机像不管波音也好或 Airbus 也好，它的这个客机在地球上的这个数量非常多有些什么大小毛病的确这个我们要去注意它，但是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好，我们再看到就是印度的部分印度现在是不是要制衡中国？它加码拉拢孟加拉了，这个是莫迪跟孟加拉总理哈席纳，他同意加强两国的国防关系，而且同时要扩大两国在海事安全、海洋经济、太空还有通讯领域的合作。美联社指出了，莫迪此举正值印度试图将自己打造区域大国来制衡中国的力量。那莫迪最近的一些动作呢，其实也让人家觉得是不是真的要直接跟中国有点直接制衡起来了。包括据报，他不出席下个月的上合组织哈萨克峰会。这个上合组织将在7月3号到4号在哈萨克举行。那这个礼拜呢，正好也是印度的议会的会期，所以印度呢很有可能会派其他人代表来参加这一次的峰会，但莫迪他不会参加。那中印呢，现在两国关系呢看起来也蛮紧张的，4年零直飞，商机大流失。印度不甩说，少一个条件就是免谈了。什么条件？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的官方的航空业者过去1年多次要求印度重启直飞航线，但是印尼兴致缺缺，原因在于中印边境关系非常紧张。那印度的外交部回应边境的和平呢对两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是现在中印航线迟迟不回应，中国大陆根本也没 care。他说中国人大可不必经商旅游，可以去别处了，不见得要去印度。怎么说？他说环球时报就报道，世界最多人口的2个邻国没有直航，这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情况。印度呢被要在心态主导，拒发签证，拒恢复直航。中国人大可去别的地方去经商、去旅游都可以，没有一定要非你印度不可。那印度的底气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看到人民网就报道，中国正在帮孟加拉实现梦想。这个是去年7月正在所谓竣工的这个甘地污水处理厂已经正式竣工了。那现在呢，这个项目呢是由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中国进出的银行所提供的融资，由中国电建总来承包的工程来做维护。那中国驻孟加拉大使姚文就说了，污水处理厂自行运作以来，已经处理了2.6亿的污水，造福了当地的人民。那印度现在有什么？印度看起来接二连三的意外不断发生可以看到印度的路桥呢还接连倒塌。这个路桥呢是在哈尔邦发生的一个路桥坍塌事件。我们看画面跟的是非常的惊悚。那前几天呢，同样在这个地方才垮了一座路桥。那这座桥呢，在2020年因为强降雨，好不容易才重建完成，但是又坍塌了，重建费用高达了4649万元再来看第二段画面，就是印度的火车相撞造成5死20伤，而且大家看车厢
它是腾空堆叠上去了。这个是一辆呢载货的列车，在一辆载客的列车呢，造成2辆列车呢部分的车厢严重的扭曲，甚至还腾空堆叠，看起来刚刚看画面就是非常的惊悚。可是大家想问了，火车相撞，也凸显了莫迪政府的优先事项错位。怎么说？过去5年，印度的铁路因为莫迪用高速特快车而频频登上新闻，但是现在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莫迪异常缺席，人都不见了。那现在对比印度这样的态度呢，东南亚反而要加深跟中国的关系哦。这个是越南的外交部，他发出新闻稿说，因李强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办人邀请，范明政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那不止越南。印尼呢，在10月的政权交接的时候呢，大陆呢跟西方要如何互动呢？现在大家有印尼学者分析了，他说普拉博沃将持续跟中国维持经济上的关系，但也会加强跟西方合作，在南海的争议的领土上以及国家的经济上，都会更强硬的捍卫主权。但新加坡的有所引萨东南亚的研究所的报告就显示，在东南亚民众的心中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大幅上升，50.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你要他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中国是他们意愿站在同一个阵线的选择。那这篇报道也显示说，有高达73.2%的印尼人的选择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站在同一阵线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呢？是不是东南亚也掀起加入金砖国家热？彭博资讯报道，在美中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呢，想要缓解风险的国家而言，加入金砖是种方式。东南亚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呢是依赖中国的贸易，同时也拥护华盛顿在安保和投资方面的功能。所以你看得出来，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运作上是非常深固的关系话回来先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现在印度持续抗中，还要拉孟加拉，但孟加拉现在很多东西也是要靠中国这个孟加拉主要也是穆斯林它本来跟巴基斯坦是同一个国家，后来才分开的嘛。是你说印度跟穆斯林国家能够好到哪里？我实在不相信我说实在话印度它的周边的关系都非常差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是我相信莫迪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搞坏周边的关系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很虚啦。因为我看到是自由时报的新闻，我就想说这个标题一定是有问题啦。就先灌中国就对了。不是啦，因为他是穆斯林嘛。是。印度境内就有2亿多的穆斯林，跟莫迪关系就不好是。那你说巴基斯坦跟孟加拉能够跟他好到哪里？而且事实上整个亚洲啦，我们说这个因为加沙战争嘛，事实上东南亚为什么突然之间跟中国变好？主要就是因为穆斯林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嘛、印尼嘛，还有汶莱，是他们对美国的对巴勒斯坦的态度都非常反感嘛，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新加坡那个研究中心，对这个民调，那个蛮有名的啦那个他常常在做民调，是，那就发现这3个穆斯林的国家回教国家啦，对中国的好感度突然都超过70%，其实就是因为加沙战争，是不然坦白讲，这个普拉博沃应该跟美国关系是不错的，就是个新的总统，是，所以我是觉得未来他多多少少会跟美国买军购啦，可是因为这些国家，比如说印尼印尼的军购主要还是来自俄罗斯所以有一些国家事实上历史这个有点历史造成，因为它也是不结盟国家不结盟国家在当年的冷战的情况下，有很多国家都是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好的，印度也是还有越南印尼他们武器大部分都是跟俄罗斯买的，所以跟美国也不会好到哪里。对，可是我是觉得现在你要看这个国际关系，有时候不要去讲说，这个是亲中还亲美不一定是这样啦。他们都在拿捏分寸是。那不同程度或不同面向，会跟某一个国家比较好啦那比如说那个印尼跟中国大陆，确实南海也有争议可是它主要是经济海域，对，它不是主权
不是那个岛屿的主权争执啊，它是经济海域的划界的问题。是，那这个就比较好处理，因为只要共同开发就好了。然后限制彼此的海军行动，那大概就可以处理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这么穷啊，而且又是穆斯林啊，你说谁能够在基建上帮他忙？一定是中国嘛。对，总不会印度来帮他吧？对吧？所以我说这个是很现实的。可是我也不会就这样去理解说孟加拉亲中啊。也不用这样推论啊。是就是就个别项目。他会去选择怎样最符合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想请教左教授，怎么看向东南亚掀起了加入金砖国家热？好。东南亚这个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个新闻是两件事情跟金砖国家有关，一个就是泰国在2周以前已经正式递交了申请，第二个是马来西亚，因为这个李强啊，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马来西亚，在到访之前。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接受观察者网的这个访问，他在那个访问里头说，马来西亚有兴趣加入这个金砖国家。那所以说这两个大概是最新大家看到的这个事情。但其实除了他们之外，印尼在今年1月也已经公开表示说他们有兴趣加入，但是还没有采取正式的行动。他说他们正在研究。那其他还有像辽国啊、柬埔寨啊，还有这个缅甸都表达过兴趣。那大概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第一个加入的大概就是泰国了，因为他已经正式提交了申请了。那越南倒是没有。那为什么他们会有兴趣呢？主要当然是看上了，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兴起的这个全球南方热嘛，那这些国家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些共同的这个议程，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议程，那么跟他们的合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更容易去打开他们的市场，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东南亚国家他们会有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要忘了，东南亚国家本身也是全球南方哦。那只是说，他们过去跟美国、跟欧洲都有很深的联系。是。那现在等于是也将他们的眼光看到这个所谓新兴的这个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经济集团。那当然，这个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现在美中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走出一条第三条路。但是比较有趣的是，越南反而没有提出要加入这个金砖国家啊。但是越南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密切，越南这个总理这个范明政24号要到大连去。那其实越南跟这个大陆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越南跟大陆因为有这个在这个南海的这个主权争议，所以双方关系很紧张啊，或这些。其实越共跟中共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光6月下旬，就现在这个时间，在过去这半个月以来，就有3个重要的高层访问，一个是什么？大陆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越南去，为什么呢？这是奠边府的这个战役的纪念。他们到越南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越共的这个中央组织部的中央宣教部的部长到大陆去访问，王沪宁接见。第3个就是我们这里讲到范明政，所以其实他们的那个互动是非常非常绵密，而且是每一个领域都有。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那包括其实越南推动的这个反腐，也跟大陆的这个反腐其实是相互呼应的。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后请教一下孝瑋哥，印度到底哪来的底气啊？因为其实印度你说它跟北京要走对抗的话，你看到那个印度周边的这些国家，甚至附近的东南亚这些国家，基本上来讲，全部都在某种程度来说都在接受中国大陆一定程度的这个资助。是你看不管它左边的这个巴铁对不对？巴铁兄弟，然后右边的孟加拉，已经把这个印度从左右两边都夹住了。在那个中国大陆，它对于这些相对来说这种所谓的南方世界的国家，其实在他自己能力不行的时候，他都已经是
是极力协助了。那你说现在他整个国力起来了，他在透过他自己的这个“一带一路”，像比如说以孟加拉或者说这个巴基斯坦来讲，都是他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点。那你说一路从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你刚刚左老师也讲到这个那个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为什么对中国大陆普遍来说对他的这个那个向心度反而更好？因为其实我自己感受更强烈。我记得我之前去那个新加坡航空展，人家开展记者会的时候，哇，这个当时的这个经济部长好像是现在总理嘛，然后这个要谢这些这个参演的这些国家们，2020年那次因为疫情，很多国家都跑了，但是美国国防部不离不弃硬挺到底但结果这当时的这个那个皇太后在那个致辞的时候，先谢北京